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o 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 A4A 版本第2周的强度排行榜。我们先来看胜率很高，但是游玩的次数非常少的强势牌组。第一套宁曼战兽搭配杰拉奥拉，这套牌组就是杰拉奥拉跟宁曼战兽呢都可以快速的去作战，这也是没有带元素置换的。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带元素置换，可以加速宁曼战兽在第2个回合就可以打出伤害的话，你也可以携带元素置换。但是个人觉得这套牌组不是特别的好玩哦。接下来的是银半战兽搭配战锤龙，这个是上一周的 T0 牌组，但是经过1周之后呢，这一周游玩的玩家非常的少。这套牌组目前的胜率有 52.57%， 也是在 T1 的位置。但是本周游玩次数真的是太少了，所以呢把它放在这里。接下来的是快龙 EX 搭配仙子伊布 EX， 这里的是要用仙子伊布 EX 快速的去滤出快龙 EX， 2张的琴音可以让我们的快龙打完之后，下一个回合我们用琴音把快龙 EX 撤退，然后换上宝宝，再用宝宝撤退，这样子我们的快龙就可以继续的再打1拳哦。那这里是有带了2张的琴音。对，快龙呢是可以连续挥出3拳的，基本上快龙只要挥出2拳都会锁定胜局哈。这套牌组是带水跟电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2.25%。接下来的是甲贺忍蛙搭配花舞鸟和1张的奇拉蒂娜，这个也是上一周的 T1 牌组，但是这一周游玩的次数真的是非常少，目前的胜率呢有 50.75%， 这也是带了水跟电能量。这套牌组只要前期甲贺忍蛙很快速出来呢，还是非常的恶心的哈。接下来的是太阳伊布和仙子伊布牌组，这套牌组呢算是我们上一个版本最强牌组，但是呢延续呢上一周跟这一周的游玩次数都是非常的少哈。那本周呢，我原本是要淘汰这一个太阳伊布牌组的，但是我就再观察一次哈，看下一周他出场的游玩次数是不是也会那么低啊？如果再低的话呢，可能他就要被剔除我们这个排行榜了哈。他目前的胜率有 50.68%。本周是没有 T0 牌组的，我们来看一下 T1 牌组。第一套水军搭配甲贺忍蛙和1张的奇拉蒂娜。水军它的特性，每个回合结束都可以抽1张牌，这个非常的强势哦，也导致现在版本的环境的速度越来越快了。2颗能量可以打双方备弹区宝可梦的数量乘以20，我们后排有3张，对方有1张就可以直接打80的伤害哦，其实是还蛮不错的。自带水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3.79%。接下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达克莱伊搭配奇拉蒂娜。那牌组相信大家都不太陌生，目前的胜率有 52.73%。本周也是升了非常多胜率的，就是这一套火伊布 EX 搭配1张的火伊布和1张的仙子伊布 EX， 这也是带了2只的鸭嘴宝宝。这套牌组跟上一周不太一样的是，上一周我们是带了2张的驱虫喷雾，这也是把其中1张驱虫喷雾呢换成了火星火伊布 EX， 再加上赤红也是可以直接打出150哦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伤害不够的，比如说对方的水军是有加斗篷的，我们还可以再加伊布宝宝来让他的伤害达到160哦。所以这套牌组呢是蛮好斩杀现在的版本的主流牌组。带火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1.77%。接下来的是阿尔宙斯搭配达克莱伊、树整尾熊和4只的宝宝，这个宝宝你们要带什么都是可以的哦。这套牌组跟上一周是一样的，2张叶子呢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撤退我们骑手的宝可梦，比如我们骑手是树整尾熊的，你也可以让它直接撤退哈。阿尔宙斯3个能量可以打出130的高伤，搭配赤红就是打150哈，搭配达克莱伊的被动也是可以直接打出150的。我们这套最高可以打出170的高伤，自带2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1.72%。接下来的是20大王搭配1张的铁火辉夜，这套牌组是在 A4A 版本才开始崛起的，实际体验之后也是非常的强势哈。1张的医术有时候也是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反败为胜。这一套是带2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1.58%。接下来的是 T1 的最后一套牌组暴击纹，这套暴击纹呢跟上一周有点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有带了1张的紫玉剑，1颗能量打40，如果是面对对方是需要2颗能量才能打的，如果我们是后攻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打2拳哦，或者说可以来针对对方的花舞鸟打2拳，也可以带走花舞鸟。那这张牌呢，你如果不想带了，其实只带2张的费洛美狼也是可以的哈，这个看大家怎么去做一个选择。这个也是有放了1张的头盔。
盔，因为暴击文的伤害只有120啊，所以有时候呢，如果对方吃到头盔的话，我们的伤害呢就会是变成斩杀线的140哦，所以这张头盔还是蛮不错用的，防止对方有带斗篷，比如说他血量是140，带斗篷就160嘛，那我们的暴击文可能秒不掉，这时候呢，古芝麻就是非常的好用哦。这套牌组是因为现在主流版本有做了稍微的改动哦，这台炒能量目前的胜率有50.39%。接下来的是 T2 牌组，第一套阿尔宙斯、花舞鸟、杰拉奥拉和貔貅。阿尔宙斯加板木一样是可以打出140的高伤，花舞鸟就可以针对 EX 宝可梦，杰拉奥拉可以搭配元素置换呢，让我们的阿尔宙斯快速的冲人哦。基本上在第2个回合，阿尔宙斯就可以打出130的高伤哦。这套牌组是带电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49.1%。接下来的是雷公 EX 搭配自爆磁怪和一张的花舞鸟，只要3合1来得比较快，基本上这套牌组还是非常的强势哈。如果是卡3合1的话，我们的作战能力就只有雷公了。当然，如果是面对 EX 宝可梦的话，花舞鸟也是非常的好用哈。雷公的特性一样是每个回合结束是可以抽1张牌，2颗能量可以打前排60，后面打10点，所以它是可以搭配次日把对方后面的抓出来揍的。上一周我们是带了2张次日，这一周呢是把其中1张次日换成纳兹。如果你想要带2张次日，或是把纳兹改成驱虫喷雾的，也是可以的哦。经过实测，元素置换其实不太需要带2张啦，因为这套牌组其实是不太缺这个能量了，所以呢这一周改成元素置换只带1张就足够了哈。这套牌组是带电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47.91%。接下来的是第2套的雷公 EX 牌组，这也是带了雷公 EX、卡普明明 EX、皮卡丘 EX 和杰拉奥拉。这套牌组最主要的就是前期如果起手是卡普明明的，我们可以让卡普明明呢去帮我们充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让我们的皮卡丘 EX 呢来打出这150的高伤，或者说我们前期是起手雷公的，它也可以方便我们每个回合结束去抽牌，然后呢它也可以在2颗能量打出60和后排造成10点的伤害。那这里我们是有带了2张的次日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用雷公打到对方后面关键的宝可梦，再用次日把对方抓出来，再用皮卡丘150的高伤把它给收走哦。这套牌组顺起来的话还是非常的强势的。这套牌组是带电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46.84%。但是这套牌组的关键是它的 EX 宝可梦太多了，如果你遇到花舞鸟的话会非常的难打。这套是比较偏向速战速决的一套牌组。接下来的是本周的最后一套 T2 牌组，快龙 EX 1张的快龙、貔貅、小球飞鱼、皮宝宝各带1张。上一周是没有带皮宝宝的，我们的进化的速度呢有时候可能是会卡进化，所以呢这一周是有多带了这个皮宝宝，然后也是换成了2张的琴音，带2张琴音可以让我们的快龙 EX 打出这3拳哦。那如果是遇到花舞鸟的话，我们也可以使用普通版的快龙去把对方给解决掉。经过了优化，这套牌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哈。我们没有2张莉莉爱的话，它的生存能力就会比较弱一点点。可能我们的快龙 EX 是有机会被对方给带走的，这样的改动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快速的进化出快龙 EX 哦。这也是带了水跟电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46.68%。本周呢是没有 T3 牌组的，这就是我们本周的强度排行榜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？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看法的，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